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6缸分油盘，从香港来的 G Car W461的300G1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300G1的车子到现在应该有30多年的历史了的。那经过30多年的使用，我们发现到其实引擎钢铁并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年代的 M103 引擎6缸直6的6缸引擎，它的下半身是铸铁的铸铁的缺点就是比较重。优点就是因为它不容易金属疲劳，不容易热变形。经过30多年下来，如果正常使用，不缺油不缺水，它应该在50万公里的里程之内是绝对引擎健康的，不需要腾缸，不需要拆修引擎。但是30多年下来，我们发现每部车子都不健康了，可能抖动或是起步无力。原因是油箱就像楼上的水塔，30多年下来，油箱里面充满了加油站的沙子，可能部分的铁锈。再来呢，比较严重的应该就是汽油挥发掉之后没有办法挥发的基底材质，可能就是浓浓的那个机油使得我们的供油系统都堵塞了。那有可能就是带入到堵塞，6缸的供油都不足。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一缸堵塞造成堵塞那缸出油比较少，出力比较少，车子会抖动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要来检测这个分油盘它的故障状况。再来，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理论上它如果再堵塞，应该是20年以后，因为20年以后的自然现象，它应该还会再堵塞。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它在整修过之后的20年内，身体是健健康康的。OK，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整修前的故障测试。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70287，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到底状况怎么样。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标准的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测试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ml左右。如果对 M103 引擎来讲，应该在170ml左右。如果带入到堵塞，可能每一缸的出油量都平均的不足，这个会造成车子在行进当中马力不足。可能在高速公路我们变换车道可能要稍微等一下，车子水速才会上去。像这种情形的话，如果全油普遍供油量不足的话，它怠速其实应该还是 OK 的就是车子无力。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某一缸供油量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供油不稳定不平均，就会造成我们的车子会抖动可能验车验不过。 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哇，我们看下来，它每一缸的出油量都还算平均，但是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170。我们看到第一缸130，第二缸135，第三缸130，第四缸132，第五缸132，第六缸132。它出油的是平均，但是
供油不足。那供油不足的话，每一缸都少了将近40ml 左右。那这个状况，当然有可能是带油道堵塞，或者是说膜片有问题，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现象。无论如何，等大哥检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1的300G1的6缸分流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我们在整修过程当中发现，它除了带油道堵塞之外，它膜片有破损。我们看到它膜片在破损的膜片这个地方，它破了一个小的洞。那这当然不会影响到它的总体的出油量，但是呢，它因为它破损之后造成的压力降低，那事实上是会影响到我们在调教这个总体出油量的时候的困难。那所以大哥把它膜片破损的膜片把它换下来了。那经过整修过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经过整修过之后，它是不是能够达到1分钟大概在170ml全油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也就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30左右，130，那跟标准的出油量170大概差了40ml。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完修后的流量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70287。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分油盘它在整修之前，它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30ml左右。那这个现象会造成我们因为引擎供油量不足，会产生稀薄燃烧，温度会过高，那这个对引擎是不好的。那再加上它因为供油量过少，可能在怠速应该还算稳定但是它在行进当中，它马力会不足。比如说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上坡爬山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力不从心。我们希望这个分油盘在整修过之后，它因为污染所造成的堵塞，应该在20年以后，所以20年以内它应该是身体健康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8，第二缸168，第三缸168，第四缸167，第五缸168，第六缸170，跟标准的出油量170ml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说，它原来130ml的出油量供油不足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那接着我们会来进行一个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测试，来看它怠速的时候，它出油量是不是也是这么样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6缸分油盘70287的香港 W461的300G 6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
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测试它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啊？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70287。从香港来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90，第2缸190，第3缸190，第4缸190，第5缸192，第6缸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这是小油门模拟怠速的测试的误差在3%以内哦，成绩是相当优秀了。那无论如何，这颗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希望它在20年以内，它不应该再堵塞。也就是说，它在20年以内应该是身体健康的乖宝宝。那因为这个分油盘是从香港寄过来的，那今天回装之后呢，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怠速回流比的调整参考大哥的调教的这个方法。第二个，它的油箱旁边汽油泵浦旁边的蓄压器一定要检查。它如果漏油的话，会造成我们分油盘的系统供油量的不足会造成的一些缺点影片上面请参考大哥的蓄压器这个故障的检测方式。然后第3个，因为它的浏览感知器已经磨损，那大哥已经给它换新了。那换新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换新之后呢，它的浏览感知器必须要调整它的终点电压要调教这螺丝放松调教这终点电压。那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的怠速马达的工作，所以说如何调整，请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上面的调整方法。第4个，回流量的检查这代表我们汽油从这里进来从这里流回油箱，那这一端流回油箱的出油量1分钟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标准应该在2.4以上到3公升至少要在2公升以上。那至于怎么样检查它流回油箱的量这个回流量也按照大哥的教学教学影片上面的方式去做检查。以上这点非常重要这几点非常重要，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这个调整检修完成的分油盘的表现大哥在此祝这个车主这部车子能够健健康康再跑20年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